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说一件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啊。前几天我不是告诉大家了吗？我在德国买了一只新的二手手机，然后呢，我原来手机有我德国买的那个月票，是电子票啊。然后呢，我想把这个电子票把它转到我新买的二手手机上，但是这个 APP 呢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是我要坐这个火车或者是公共交通被查票怎么办？我新的手机没有这个电子票，不能证明我已经买了，对吧？我只能同时带两只手机，我原来那只手机有电子票的，以及现在新的手机没有电子票的两只手机出门，这非常麻烦，对吧？我就看了那个 APP 啊，就是科隆这个公共交通公司的那个 APP， 它没有自动把这个原来电子票从原来那只手机转到新手机这个功能，不会自动转。你们想想看，像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某人的手机可能一个是坏了，另一个可能被盗了或者丢失了，对吧？那他原来那个电子票，不管什么票据嘛，我这说是那个月票呀，不可能就是你因为换了手机就不能用了，对不对？于是呢，我就问了那个网上的 AI 的程序啊，比如说 ChatGPT 呀，或者是豆包呀，像这种事情该怎么办？他给我的那个建议是，你只能给那个科隆公交公司，你得用电脑或者用手机另外发一个电子邮件给科隆公交公司啊。你们想想看，这什么年代了，还要本人呢人工给他发电子邮件，然后那边呢要人工处理，不是自动啊，要人工一份邮件一份邮件的去处理。而且在德国很奇葩，那就是周六周日不上班。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你即使周五晚上给他们发电子邮件，也不可能帮你处理。最快什么时候？礼拜一早上8点钟。但是我想，整个周末肯定他们会收到很多电子邮件，对吧？不可能第一时间处理你的电子邮件，那么最快也可能周二、周三之后才能处理你的电子邮件。像我就这样，我就昨天才收到那个已经处理好的，也就是现在呢，在我这个新买的二手手机上面有从我的旧的手机转过去的这张月票了，终于有了。前前后后花了3天时间，都2026年了，还要人工处理电子邮件，这就是德国的数字化。我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在中国的话，肯定一切都是自动的，对吧？肯定会从那个手机自动就转到，因为你安装 APP 之后，把那个你原来月票的那个肯定有个单据的号码、交易码什么之类的，你有这个号码，肯定就可以把月票把它转过去，对吧？哪像德国这么麻烦，要我亲自啊给他们用电脑呀，或者是刚才说用手机发一封电子邮件给他，然后他人工处理，这样来来回回，又加上周末他们不上班，哈，这样来来回回一折腾，花了3天时间。这就是德国的数字化，这是德国效率。所以呢，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的无语。我真的没想到，像这么容易的事情，肯定就是一个小程序的问题，就是这个月票呢自动从一只手机换到另外一只手机，对吧？只要你安装那个 APP 之后，都可以啊，应该自动很容易实现。但是德国呢，就是没有这个，或者说科隆这个公交公司它就没有这个功能，就说明它的 IT 部门或者说德国整个这个数字化非常的滞后。说到数字化，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例子啊，一点都不极端，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另外的例子，我想问大家，你们在中国的话，或者是你们在其他国家，我们说发达国家吧，或者是在咱们中国那边，你们现在跟官方也好，还是跟生意伙伴也好，你们之间的那个往来是通过信件，还是通过微信，还是通过电话呢？我相信呢，大部分呢是通过微信，对不对？也就是在中国一般来说是数字化呀，一只手机一般很多东西可以搞定，对吧？但是告诉你们，你们可能不信，在德国目前呀，主要是以信件为主，因为信件比较有法律效力，官方的寄给你的什么东西，还有税务局的、你的诊所的寄给你的那个账单，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纸质信件、物理信件。大家没听错，2026年了，德国呢，像这种官方之间的联系，
你跟医生之间的联系，你跟你的律师之间的联系，一般都得靠纸质的信件，因为白纸黑字，因为德国是大陆那个法律体系的国家，所以这个纸质的这种证明材料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你去求职，雇主跟你签合同不会是电子合同，而是白纸黑字上面你要签字，然后雇主签字的。但是你去应聘的时候，你发给对方的履历，这个呢可以电子邮件。另外，你租房的、法院的文件，还有官方给你，比如说移民局的，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肯定发给你的是纸质的那个信件。另外，税务局发给你的信件呢也是纸质的。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德国政府的数字化滞后。德国虽然工业所谓的发达，但是政府数字化方面呢一直落后于很多国家。原因呢，前面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另外还有一些原因，那就是德国是联邦州，也就是各州自主性要比中国这个各个省之间的这自主性还要强。像这联邦州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的国家。比如说德国呢，各个州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教科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就体现了各个州呢比较独立，各个州系统可能不统一，所以呢导致了这个数字化的推行非常的困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州各自为政，所以呢还是沿用了数十年的那个纸质文件的书面的形式。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对隐私的保护。德国呢因为发生过2次世界大战，当时呢个人的隐私受到政府的监控等等，所以现在的德国人对这个隐私特别看得重，这也是导致他们这个数字化滞后的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德国总体来说很多 IT 系统比较老旧，升级比较困难，办事效率比较低，所以也导致了数字化也比较滞后。还有一个数字化滞后，那就是政府办事的那个效率很低。比如说政府想采购一个 IT 系统啊，但是整个流程下来，可能先要做评估，然后要审批，然后要通过议会的同意等等等等，整个流程下来可能一走就是好几年，所以那就慢下来了呗，跟不上形势了呗。德国还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规定，导致了他们数字化滞后，那就是德国所有的文件都要至少保存10年，你不够10年，比如说税务局来查你，你拿不出你的证明文件，当时你报税说你有这样开支那样开支，你得有具体的那个证明材料啊，你的小票什么之类的。还有你得到官方的文件，你要保留10年，你当时工作的那些工资单也要保留至少10年。因为当时帮你计算你工作年限，你缴社保的年限的时候，那个社保局是要求你能够证明你工作了那么多年的啊，所以这些文件你得拿得出来，所以要保留10年。一般的家庭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各种各样的信件，所以这些纸质文件要通过 A4 的文件夹、纸质文件夹，把它分好类，把它整整齐齐的放在你的家里某个地方，可以是你的工作室，也可以是你的地下室，反正要有放纸质文件的地方，专门用来放 A4 文件夹的，而且要保留10年，这就是德国硬性规定啊。另外一个德国这个信件形式呢比较流行的原因，那与德国邮政它这个系统有关，因为这个系统比较齐全，它可以送达全国各地，而且每个在德国合法居住的公民啊都得登记啊，也就是官方给你寄信，肯定能找到你这个人。另外呢，德国邮政它还是比较可靠的，一般来说1到2天之内可以收到那个信件。另外，德国还有挂号信，这个挂号信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你这个信件是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去，而且还要求收信人要亲自签字，亲自拿到手，要有这个证明，保证那个信件绝对送达收信人的手中。德国相对来说这个邮政比较可靠，而且德国人特别相信这个德国邮政。有多相信呢？我告诉大家，大家肯定感到非常的惊讶。德国的很多重要的信件，甚至呢是发普通信件，比如说我的信用卡、我的储蓄卡或者我的护照，有可能都是普通信件寄过来的啊。比如说信用卡、银行卡，它可能分2个信件、3个信件寄过来。第一个信件寄那个信用卡的物理卡，第2个信件寄密码过来。大家没有听错，
记密码也用物理的纸质信件记。他们认为非常安全呀，但是从我们中国人角度来说，这绝对不安全，对吧？纸质文件记密码，这在中国根本不可想象，但是今天德国依然存在。还有一个呢，德国人死磕纸质文件或者纸质信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所谓网络安全。德国人呢非常害怕网络被攻击、被监听。说到被监听，其实啊，德国领导人经常被监听。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他的手机就被某国监听啊，对不对？扯远了，就是德国人特别担心网络不安全，所以他们认为信件是要比网络更安全的。还有一个呢，网络身份容易被冒用；另外一个还有网络诈骗。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了德国人对网络上面能够办的事情胆战心惊，认为呢不安全。刚才说了啊，德国目前非常流行纸质信件，特别是官方的，还有你和保险公司的、你和你的医生之间所有的来往，一般还是用纸质信件。另外一个，我告诉大家，肯定很多人不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不相信。目前德国还有很多公司啊、政府啊之间用传真机发传真，可能很多00后的人根本不知道传真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你不懂的话，可以脑补一下，这已经是沿用了几十年的老的通信手段，但是德国目前很多公司还有政府部门仍在使用。使用传真比较多的是诊所啊、医院呀，还有药房啊、律师事务所啊，政府机关和行政部门也在用传真机。另外呢，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大家没听错，德国很多中小企业仍在使用传真机。相对来说，大型的国际公司，还有一些什么银行、保险等公司，他们使用传真的这种概率就比较小了。但是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仍然在大规模使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很多德国人仍在使用传真机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德国民族呢相对保守，习惯成自然，他们不喜欢改变。另外呢，有些公司他们仍在使用传真机，他们希望对方也使用，所以呢，这样一直在使用了。特别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关系比较长久的那些公司，他们可能出于这个习惯原因继续在使用。前面提到有一些特殊的行业，比如说医疗行业，传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德国数字化的推进没有中国那么快，很多特别是中小企业，他们数字化绝对比中国慢得多。所以在很多企业的网站上面，或者是某些人的那个名片上面，仍然印有，比如说那个人的名字呀，还有他的手机号码呀，他的办公室的号码，还有传真机的号码。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子邮箱。传真机这个号码在很多德文，特别是生意方面的德文的名片上面肯定还有。刚才我问了一下 ChatGPT 呀，因为我觉得可能 ChatGPT 呢掌握德国这信息可能比较全面一点。ChatGPT 呢是这样说的啊，2026年德国企业传真使用情况的大致估算是这样的啊 ，IT 和科技企业经常使用传真的不到5%了，但是工业和商业企业约10%到30%还在使用。另外呢，小型手工企业约20%到40%仍在使用传真。另外，医生诊所、药房和医疗机构通常仍有50%以上在使用传真，甚至这个比例更高。所以呢，传真在德国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小众的这种通信方式。其实从中文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小众。如果一个行业有50%以上的人还在使用传真机，你觉得这是小众吗？但是总体的趋势肯定是传真使用的这种概率会越来越小。但是在比如说医疗行业，还有50%以上，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传真这个东西啊，在中国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上次使用应该很少使用吧。现在就变成了纯电子形式，数字化办公，对吧？政府部门也是数字化，企业之间也一样，私人之间现在根本就是那个微信，对不对？企业之间很多也是通过微信，还有政府政务很多也是在微信上面可以预约。
所以我认为今天从数字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和德国的发展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德国这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了，中国绝对是遥遥领先的，这个我敢说，遥遥领先。好的，朋友们，刚才我就从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买了一只手机之后，我想把原来那只手机的电子月票把它转到我现在新的手机上面，但是呢没有办法转，我要自己通过人工发一个电子邮件给对方，然后呢他人工处理之后才能够把电子票把它传过去。然后引申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2026年德国以物理的这种书信为主，因为这个更有法律效率。然后呢，在德国有些部门甚至50%的还在使用传真机，而传真机这个词在中国很多可能00后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见过了，对吧？可能你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传真这种通信方式，现在知道了，是不是让你们大吃一惊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